你有没有想过，一部电影它甚至都还没上映，就直接点燃了全面抵制的怒火，然后让所有主要演员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道歉，甚至还被迫退出一些公开活动。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这部叫做《世纪血案》的电影，还有它碰触到的那个至今都还是台湾社会一道非常非常深沉的伤疤，也就是1980年的林宅血案。是，我们会为你梳理手边的资料，从这场电影风暴的核心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带你回到那个血色的历史现场，去探究一下为什么都40几年过去了，这个案子的真相还是像被锁在一个我们谁都打不开的黑箱里面。这整件事会引爆这么大的舆论，其实早就远远超出了电影制作本身。它等于是直接在挑战我们的社会要怎么去记忆一段充满国家暴力嫌疑的历史，然后也重新撕开了受害者家属从来没有愈合的伤口。所以争议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讲白了非常简单，却也极其致命。就是剧组在拍摄之前，从头到尾从来没有取得受害者家属，也就是林义雄先生本人，还有他家人的任何同意或是授权。等一下，处理这么敏感的真实案件，居然没有先跟家属沟通，这听起来应该是最低限度的尊重吧？那制片方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们的说法是一种叫做先拍后说的策略。先拍后说？对，他们声称因为这个题材太敏感了，担心说如果一开始就去接触，很可能马上会被拒绝，所以就决定干脆先把电影拍完再说。哇，但这种说法在公众眼中听起来根本就等同于傲慢吧？这不是在创作，这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完全是。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份很清水的态度就从制作端一路蔓延到了演员那边，最后就引发了一场可以说是失控的公关灾难。我记得引爆点就是电影的那个杀青记者会，演员们的发言真的可以说是提着油在救火。有人形容拍摄过程有那个侦探办案的快感，还把自己比喻成福尔摩斯跟华生。然后演员李千娜更直接说，希望重启调查能让这起事件不是那么严重。这几句话之所以会刺痛所有人，就是因为他们彻底误解了这起血案的本质。这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享受什么快感的悬疑故事，这是一场真实发生过的，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的灭门惨案。当你用有趣或是不严重这种词汇去形容它的时候，就显示出你对受害者真实经历的极度无知还有冷漠。这不只是一段历史，这是一家人永远都抹不掉的血跟泪。后续那个连锁反应就非常剧烈，几乎引发了演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不止在社群媒体上公开道歉，还用很实际的行动来切割。对，从李千娜宣布捐出全部片酬，到夏腾、简书这些演员都声明要退出所有后续的宣传活动。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感觉被制作方欺骗了的那种愤怒。所以他们是真的不知情？确实是这样。有演员直接公开了合约的部分内容，指出制作方在合约里是白纸黑字地保证已取得合法授权，但私底下又用另外一个理由说林家不希望被打扰，要求演员们不要自己去接触家属。所以演员们就等于是被卡在中间。对，他们就在一个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变成了一个不尊重受害者的剧组的门面。那种被蒙在鼓里的愤怒，我想是真实的。但如果只是制作上的瑕疵跟演员失言，争议可能还不会烧得这么广。在我们整理的资料里面，还有一个巧合，那个巧合真的是巧合到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你说的是导演徐坤华是家庭背景吧？没错，就是他爷爷徐梅林的身份。他的爷爷曾经是当年警备总司令部的发言人。这就是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林宅血案发生的时候，林义雄的家就是因为他是美丽岛事件的核心人物，所以是受到警备总部这些情治单位全天候无死角的严密监控。然后几十年后，一个警总发言人的孙子，在没有经过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拍了一部关于这起血案的电影。这真的让外界很难不去质疑这部电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想要洗记忆、洗历史？而且这种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像媒体人黄志贤的披露，还有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剧本内容，
那个电影的叙事角度是强烈暗示说凶手可能是当时的台独运动人士史明。哇，这就更耐人寻味了。因为监察院在2023年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里面，已经明确指出来，当年情治单位为了要转移社会焦点，曾经是刻意编造出党外或台独人士涉案的剧本。结果现在电影的叙事竟然跟当年情治单位的剧本不谋而合。所以要真正明白为什么公众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光看电影的争议还不够，你必须要了解这部电影碰触到的是台湾社会一道怎么样的伤口。这一切就要从1980年那个很肃杀的2月天开始说起。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时代的氛围啊。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刚爆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林义雄作为党卫运动的核心人物，被用叛乱罪起诉。叛乱罪在当时是唯一死刑。没错，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里面。案发当天，1980年2月28日，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林义雄正在军事法庭里面为自己的生命跟信仰辩护，他的家人正在家里为他忧心如焚。就在那一天，一个身份不明的凶手，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了林义雄位在台北市信义路的住宅。他用非常残忍的手法杀害了林义雄60岁的母亲尤阿妹，还有他一对才7岁的双胞胎女儿林亮君跟林挺君。当时9岁的大女儿林煥均也身中多刀，倒在血泊里面，但很奇迹似的她活了下来。为了让你更清楚地感受当时的状况，我们可以来看看当年第一时间进到现场的那个传奇鉴识专家阿善师谢松山的描述。他的证词揭开了这起案件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节。他首先就指出，凶手是极度专业、冷血，而且很可能受过严格的杀人训练。所以极度专业这点是怎么看出来的？一般的凶案现场不都是很混乱的吗？这就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阿三是提到，那对7岁的双胞胎女儿背上各中1刀都是致命伤，但是那2刀的位置、深度、角度几乎是复制贴上，1公分都不差。天哪！这就显示出，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暴力，这是一种经过精准计算、一击毙命的杀人手法。但与此同时，林义雄的母亲是身中10几刀，双臂上都是抵抗的时候留下来的防御伤，可以想象当时搏斗有多惨烈。一边是冷静精准的杀人机器，另一边是奋力抵抗的母亲，很难想象当时屋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阿善师的证词中还有更让人痛心的一点，就是犯罪现场的状况。没错，这可以说是台湾鉴识史上最不堪的一页。阿善师回忆，当鉴识人员到的时候，所谓的命案现场里面挤满了警备总部、警监署、调查局各个单位的高层官员，完全没有封锁线的概念，完全没有，大家就在里面走来走去，指指点点。结果就是后来采集到的所有指纹里面，超过80%都是这些现场官员留下来的。所以所有可能指向凶手的关键证据就这样被彻底污染抹掉了。就是这样，而且这种混乱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怎么说？这可能是整起案件最悲伤的一点。那对双胞胎女儿的遗体是在地下室被发现的，但是因为现场一片昏暗，加上林义雄母亲的遗体刚好倒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转角，挡住了路，所以没有人在第一时间下去看。一直到后来法医相验的时候，判断他们刚死不久，身体甚至还带有一丝余温。这真的很难让人接受。也就是说，在所有官员们践踏现场、破坏证据的时候，那2个孩子可能还有救。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如果现场能够被妥善封锁，如果搜救能够更早进行，或许结局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如果，这个细节也成为这起悲剧里面最令人心碎的一页。讲到这里，我想所有人心里都会浮现一个超大的问号。一个因为政治犯的身份被情治单位24小时严密监控的住宅，周围布满了监听监看的眼线。凶手是怎么进去的？他怎么能在里面待了长达80分钟，杀了3个人，然后像人间蒸发一样从容离开？而所有的监控人员都说，他们毫不知情。你问到了这起悬案最核心，也是最黑暗的那个点。
当时负责侦办的警方其实也抱持着跟你一样的疑问，他们很自然的就想到，既然有监听，那一定有录音带吧。于是他们就向负责监控的情治单位去索取案发当天的监听录音带。你猜他们得到了什么回答？该不会是不见了吧？他们的回答更简单，也更粗暴。他们说已经洗掉了。等一下，洗掉了。在一个发生了34名灭门血案的调查里面，负责全天候监控的单位把最关键的记录了案发前后所有声音的证据洗掉了。这已经不是疏失了，这听起来根本就是湮灭证据。就是为什么40多年来，所有矛头最终都指向国家机器的介入，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说得通。官方一度想把风向导向是国际阴谋啦，或是党外人士内斗，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那卷被洗掉的录音带。最普遍的质疑都指向这是一场杀鸡儆猴的政治谋杀，目标就是要警告所有反对国民党的人，让他们看到反抗的下场不只是你自己受罪，你的家人也可能会遭遇不测。用这种最极端的恐惧来让整个社会闭嘴。这就是威权统治最有效的武器——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后来台湾民主化了，历任政府包括陈水扁跟蔡英文都曾公开表示要重启调查，但那个进度始终很有限。为什么？因为相关的国家机密档案，国安局曾经一度要求永久保密，后来虽然是改为保密到2030年，但他们给出的理由依然是那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贸然解密会动摇国本。一个40多年前的谋杀案真相，到今天还能动摇国本，这句话本身就透露了太多讯息。可是在这片巨大的黑暗之中，有一丝微弱但很坚韧的光，那就是血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当时9岁的林煥均。是，他的人生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他后来远赴美国，成为一位音乐家，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在2003年的一次访谈里面，他提到对挥手的样貌已经没有印象。更重要的是，他透过宗教信仰选择了原谅。原谅。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我知道我心里面有原谅这个凶手的时候，我很确定说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在无尽的仇恨跟未解的谜团里面，这份宽恕的力量显得格外巨大。好的，经过刚刚的深入探讨，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几个重点。首先，电影《世纪血案》的争议，那个核心在于剧组处理真实历史创伤的时候，采取了先拍后说这种极不尊重的策略，然后加上演员的失言，以及导演跟当年威权体制有着巧合连结的家庭背景，引发了公众对他创作动机的强烈质疑。第二，回到1980年的林宅血案现场，我们透过鉴识专家的视角，清楚看到这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凶案。凶手的专业手法、现场证据被系统性的破坏，还有在24小时严密监控下还能全身而退，都显示这背后有着极不寻常的力量在运作。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案件真相之所以难寻，充满了人为干预的痕迹。从被高层官员踩踏的犯罪现场，到那卷被轻描淡写说洗掉了的关键监听录音带，再到至今仍然被列为动摇国本等级的国家机密档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在过去还现在持续在阻挠真相的揭露。所以归根结底，这整起事件的核心早就已经不只是一部电影的制作瑕疵而已，它触及的是一个至今都还没有得到解答的国家暴力谜团，一段被刻意抹去的证据链，以及一个世代到现在都还挥之不去的集体创伤。最后，也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幸存者林煥均选择了原谅，这份超越仇恨的力量确实令人动容。但是在真相依然被封存在机密档案中，加害者从未被绳之以法，社会正义也从未得到伸张的情况下，你认为个人的原谅跟整个社会所追求的转型正义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历史的伤口从未真正愈合时，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去记忆这段沉重的过去？